卡里有10万，密码是你生日，离开我儿子。我笑了，别这样，你可是我亲妈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是什么恶婆婆呢。是的，眼前这个女人是我的母亲，她口中的儿子是她的继子，我爱上了母亲的继子。基本上就是这些了。具体的校园招商活动流程，我们一起看下 App。北京电子科技大学学生会办公室里坐满了来开会的学生干部，我坐在最远端的主位上，示意新生干事可以开始播放。作为优秀毕业生代表的我，不知道参加过多少次类似的例会了，早已经是轻车熟路了。但是今天却出了一点小状况，年轻男孩修长的腿紧紧地贴了过来，我越躲他就越近。等到灯光一暗，他的动作似乎变本加厉，身边的始作俑者却是一脸端正，他歪着头盯着屏幕，根本没有看我一眼。昏暗的室内，我望着周知年轻的脸上那好看的线条，眼见着他的嘴角展开了一抹得意的坏笑。别闹了，一会儿有人看见了怎么办？我干什么了吗？姐姐，你今天的妆真好看，不愧是早起了1个小时画的。小混蛋，微信连着威胁了好几句，这个小死孩子依旧不肯放腿。环顾满屋子新生的脸，我不断地给自己做些心理暗示，提醒自己不要发火。没错，我方瑜作为一名北京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系研2在读的24岁女学姐，绝对不能在后辈面前失态，绝对不行。为了转移精神，我强迫自己把思绪转行，盯着那群认真记笔记的稚嫩面孔，我仿佛也回归到几年前刚来这里的时候。高考那年，我因为家庭原因意外失利，被调剂到了不被看好的生物制药专业。众所周知，北京电子科技大学最出名专业的是计算机，全国闻名。相比之下，生物制药专业不过是这几年才开班的，师资力量属实不行。自小要强的我发誓，一定要在读研的时候读回最热门的计算机专业。4年时间，我一边参加各类活动，在校领导面前刷好感，一边自创独特排课大法，分身研修生物制药和计算机2个专业。就在这种自虐式的努力下，我完成了跨专业的双修，并成功保研进了本校最热的计算机专业。同学们，相信看过了方学姐的案例分享，大家必然受益匪浅。再次感谢方瑜学姐参加此次培训，让各位新入职的干事们能从中获益，快速成长。灯光重新亮了起来，学生会长和我开始了一波商业互夸。过奖了，我礼貌地笑着，周知却朝着对我媚笑的会长不屑地翻了个结结实实的白眼。不知道别人看没看到，真是惊险极了。明明才是个19岁的大一新仔，周知却总是一副老江湖的模样。要不是图你的培训，我才懒得加入学生会。明明知道周知是在拍马屁，但是第一次听他那么说的时候，我还是挺高兴的，因为在他那张稚气未脱的脸上，我确实看出了几分异于他人之外的真诚，以至于我时常告诫自己要冷静，不能因为和他比跟别人多近了一点，就失了脑子。学姐，下次能不能别去培训了？你就把本事都交给我一个人就够了。那帮臭小子根本不是去培训的，他们就是为了跟你搭话去了。当夜，他在我家床上侧卧着，一边点外卖，一边跟我讨价还价。你1分学费没交，就想骗我的本事，做梦！我别过头去，懒得理他。我肉偿，行不行？周知像条大狗一样粘上来，对着我一顿撒娇卖萌。没错，相差5岁的我们睡过了。哦不，准确的说是3周前就睡过了。3周前，创业失败后，闺蜜李曼就开始研究些赚钱的歪门邪道。你不知道，现在的小弟弟小妹妹都好有钱的，你去那里什么都不用做，还能免费蹦迪吃饭，多好啊！类似的相亲联谊，李曼搞了不知道有几次了，我真是受够了，每一次都要去给他充当女嘉宾了。上次说是青年才俊局，没想到最后都是一堆猥琐油腻男。求求你放过我吧，我就想好好睡个觉。最后一次，真的是最后一次了。虽然嘴上拒绝着，可是中午的夜晚，我还是准时出现在了聚会的现场。舞池里音乐躁动，人影摇晃。现在的恋爱很好谈的，有喜欢的就去啊。现在不积累经验，以后被骗了怎么办？自从我顺利读了研，李曼就一直在怂恿我去谈场恋爱。我眼光太高了，一般人我真看不上，虽然很自恋，但是我说的都是实话。校里校外我也认识了不少人，始终没遇到心动的。宁缺毋滥，这是我坚持了24年的原则，对此从未改变。半晌，躁动的舞曲终于结束了，电音版本的乐曲响起，接着一顿快节奏的鼓点从舞台中央传来。现在的音乐做得真好，跟 Let's How 一样。我抿了口酒，和酒保随便聊了几句。这才不是音乐呢，这是真人打的。不信你看，顺着酒保的手望去，在那灯光最闪的地方，我窥视到了那鼓声真正的来源。一个年轻的男孩玩转着鼓棒，将每一个鼓点准确地击落在鼓面之上。周知，爱死你了！啊呀，周知，好听死了！周知，你快出道吧，我要为你终身不嫁。舞池边年轻妹子的叫声此起彼伏，像极了在给爱豆打 call 的模样。小的时候我也是打过几天鼓的，我听得出来，这男孩的技术绝对一流。架不住好奇，我也扭过了身子，仔细端详起了他。
那男孩有着细白的梗子，明显的喉结，即使玩着在炫酷的古迹，他的目光依旧可以直视人群，头颅全程高挺。时暗时明的场子里，我看见他在喝彩的人群里笑得洒脱又张狂，一杯接一杯，很快我就醉了。我起身后没站稳，直接连人带酒扑到了对方的怀里。同学，喝这么醉，小心回不了寝室。男孩子好听的声音从头顶传来，我努力站直了身子，看向对方，是他，那个打鼓的男孩。近看才发现他有着极好看的眉眼，明显高过身边人的个子，搭配上宽肩窄腰，愣是身上把那件寻常的卫衣显得像是秀场的高定一般。至于在后来的事吗？我发誓，我是真的以为自己做了一场不可思议的春梦。模糊中那晚，他好像叫了我好久，而我的回应则是狠狠地咬了他的喉结一口。直到第二天，我才知道原来一切都是真的，我确实睡了人。至于你要问我是什么时候酒醒的，我想应该是周芷把身份证递过来的那刹。老天爷，求求你告诉我，2021-2002的答案真的不能是19，求您了。事情发生之后，我安慰自己，大家都是成年人，这没什么大不了。为了避免被相熟的人发现，我只得约周芷到我自己租住的公寓去谈。虽然差了5岁，但是谈话的时候，我还是不断地强调了成年人好聚好散的原则。没了夜店的氛围之后，眼前的周芷显得更加年轻了。学弟呀，你看你还没到20岁，咱俩的事儿就当做了一场梦吧。我实在说不出什么一夜情之类的话，只得含蓄地换个词修饰，尽量美化一下自己老牛吃嫩草的事。现在天也亮了，梦也醒了，你就都忘了吧。我努力装作坦然的样子，但是周芷却不吃我这一套。学姐，我可没跟别人做过这种梦，我没别的意思。你看你才大一，我都研2了，求求你了，小祖宗，见好就收不行吗？学姐是介意我学历低吗？虽然我是本科，但是我是优先录取，拿全额奖学金的，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的。此时的周芷完全一副所答非所问的模样。那你更应该把心思放在学习上，而不是其他没有意义的事儿上了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跟我掰扯什么有的没的呀？学姐，什么是没有意义的事儿？周芷仰着头，就是不肯顺着我的台阶装糊涂走下去。最终，我企图神不知鬼不觉结束的绥靖政策彻底失败。周芷始终没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，反倒是加了我的微信，又存了我的电话之后才离开。从此以后，他算是彻底赖上我了。送早餐、订外卖、报天气、道晚安，周芷接连1周的关心轰炸，让习惯了没有羁绊的我情绪逐渐崩溃。我的课表他背得比我自己都熟，甚至连教授临时换了课他都能提前通知我。我开始收到各种各样的包裹，涵盖衣食住行各个方面的需求。看着外卖单上多放香菜的备注，我严重怀疑他在我的手机里安插了窃听软件，是不是交男朋友了呀？哪天带来给大家看看啊！连带着平日里不爱聊八卦的导师都开始调侃我。我知道事情的走向有些不受控制了，没办法，我只能让周芷再来家中好好谈谈。小崽子心眼太多，磨磨蹭蹭，直接跟我耗到了夜里11点。姐姐，现在回不了寝室了，所以只能在你家过夜了。看着周芷从包里拿出了睡衣和牙刷，我才发现被套路的一直都是我自己。某天清晨，学姐，小长假我要回家一趟，暂时不能陪你了。周芷的声音从浴室传来，可我的脑子里却只回荡着另一个声音：方瑜，他连20岁都没到，真的不适合你。学姐，你生气了？不知何时，周芷蹲在了我的身边，温柔地询问着我。她已经洗完了头，发丝间还有我新买的玫瑰香波的气味。别生气了，主要是后天正巧赶上我奶奶也要过生日了，要不然我一定陪你过节。周芷的皮肤很白，睫毛很浓，目光清澈至极，我甚至能在她深棕色的瞳孔里看到自己那张迷茫的脸。她越是如此简单，我越是看不到我们的未来。没关系的，一路平安，今天之内就和他说分手。必须。直到傍晚，我才发出了那条分手信息，然后将周芷的微信拉黑关机。航班的时间我偷看过，特意找了周芷快要到的时候才将信息发了出去。我记得周芷买票的时候说过，他家人会来接机，即使是他在不满，面对来接机的家人，他肯定不能说出那种要马上飞回来的胡话。周芷，分手快乐。第二天，我睡到了下午才醒，犹豫再三，我还是开机点了份外卖。学姐，这次我们好好的认真的来过，第2次发生关系的时候，他那样对我说过，说完全不动心，除非我真是个死人。但是你非说我对周芷有什么深刻的情爱呀的，那就可笑了。我最亲的人为了所谓的爱，抛弃了最爱我的人，连带着我也吃了不少的苦。好在那些不开心都已经结束了。你好，您订的外卖到了。门外响起一个小哥清脆的声音，我站起身来开了门。除了一个穿着制服的外卖小哥，我还看见了另一张意想不到的面孔。我敲了门，但是你一直没开。我接过外卖，瞬间藏在了身后。我绝对不要那女人看见我那抖得厉害的手。我还以为是同名，没想到真的是你。他站在那里，身姿挺拔，面容虽有倦态，可依旧那么姣好。
真是讽刺啊！明明是那么残忍的一个人，岁月偏偏对他又那么温柔。月月，好久不见了。月月是我的乳名，可为我起名的他，早在我高考那天就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和父亲。正因为他，我才会高考失利。至于他离婚的理由，一切都是因为他找到了梦寐以求的爱情。为了顺利离开，他甚至特意选了6月8号下午的航班。许久的沉默之后，我还是让出了一条路。我打开凉掉了的外卖，装作再自然不过的样子，一口一口地吃着。听说你现在已经读研2了是吧？恭喜你呀，如愿以偿了。对了，我再婚了，现在生活在临城。月月，这次我来还有点别的事。菜上凉掉的浮油好似粘住了我的嘴巴，根本不想张口回一句话。周知，你认识吧？终于，我抬起了头，看我终于有了回应。母亲像是舒了一口气。他爸爸平时工作很忙的，父子俩很少有时间见面。昨天好不容易他爸爸去接机了，结果他一下飞机就要返航，给他爸爸气坏了。昨天暴雨交加，飞机都停了，结果他回家后又说要自己开车回来，一直闹了大半夜。后来他奶奶也不干了，他才说了实话，急着赶回去是为了挽回要分手的女朋友。暴雨、航班、分手，男孩子不顾一切要挽回，甚至不顾安危，还要顶着恶劣的天气回到女孩的城市求和。这些元素要是放在偶像剧里，绝对赚足了观众的姨母笑。但是我现在却周身发冷，根本笑不出来。那孩子跟你差了好几岁，从小生活环境也不同，其实你俩不太适合在一起的。月月，你今年都24岁了，明年就能毕业工作了，大好前程等着你。这点小插曲就让它过去吧。母亲说她再婚了，现在还住在周知的城市。So， 我竟然睡了我母亲的继子。就在我以为我遇到了今晚最狗血的剧情之后，母亲紧接着又给我加了一出压轴戏。这张卡里是10万块，密码是你生日，等你以后结婚了，自己喜欢什么就买点什么。母亲从随身的香奈包包里拿出一个信封，扣在了我的面前。信封是透明的，我刚好能看清里边的卡片。徐女士，这钱是让我离开你儿子周知的，还是给我的嫁妆？你说清楚，这可是2件事，不能用一笔钱结2笔账啊！我的讽刺再清晰不过，母亲自然听了出来。月月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就不说你和周知之间到底合不合适，就冲着我和他爸爸现在的关系，你也不能再联系了呀。母亲别过脸去，有点难为情。在法律上来讲，他都算你的弟弟了，再怎么样，你也要讲道理伦常啊。好在他爸爸现在还不知道，我们还来得及把一切错误扼杀在摇篮里。我建议呀，不管是手机还是微信，你最好能彻底拉黑周知。今后在学校里，也记得千万不要再联系周知了，万万不能再起什么事端了。老实说，在今天之前，我还能自欺欺人。我的母亲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，体面的离开了我。可现在，直到他就坐在我的面前，满心满眼的都是他的新儿子。为了保全现在的家庭，他铁了心要驱逐我，让我彻底远离他的生活。周知是拥有一切的小少爷，念着我梦寐以求的专业，轻易抛弃了我的母亲，也是为了他的事，才阴差阳错重新登上了我的家门。他拿着人生赢家的剧本，我却彻底沦为了母亲人生的无己。我不服，这凭什么？到底凭什么？我俩又没有血缘关系。再说了，我爱他，一股子从未有过的邪恶念头自我灰暗的灵魂中爬了出来。爱是没有道理可讲的，徐女士，我以为你最懂这个了。知子莫若母，反之亦然。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我眼见着母亲的脸上出现了惊恐、愤怒、无奈多种复杂的表情。我知道，我成功了。我变成什么样子，从你非要跟爸爸离婚的那天开始，就跟你无关了。打开大门，我的逐客令再明显不过了。我希望你好好想想，不要做出让大家都为难的决定。母亲带着不甘穿好了鞋子，迈出了门槛。等等，我叫住了母亲，她回过头来，面露喜色。月月，你是终于想清楚了吗？我就知道你还是。装卡的信封被我扔了出去，落在了母亲的脚下。这点钱就想收买我，看不起谁呢？我冷着眼，将大门狠狠地关上了。只是才一转身，我就如泄了气的皮球，瘫软在了玄关处。没了面对母亲时的嚣张和冷静，我慌得一批。无数个念头和结果在脑海中闪过，我的脑细胞仿佛一瞬间就要被榨干了。不知道做了多久，我终于站起了身，走进浴室，我又扫到了周知留下的牙刷。周知，方瑜，矢志不渝。周知，原来还真有命中注定一说。自我开了手机，微信的验证信息就没断过，有愤怒的，有哀求的，隔着屏幕我都能感受到周知那快要抓狂的心情。仔细打扮了自己之后，又发了一条似是而非的微信，我就出了门。夜店的场子依旧那么热，我又坐到了上次的位置，点了一模一样的酒。在我微微开始有些醉了的时候，舞台中间又响起了鼓声。好家伙，比周知差的可真不止1星半点。小姐姐，你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啊？2个年轻男孩凑了过来，上一秒一脸见笑，下一秒就被周知3两下给放倒了。我晃晃悠悠地朝着门口走去。方瑜，你喝多了。周知本就是个大高个儿，3步2步就追上了步履蹒跚的我。别碰我，
离我远点，不顾我的歇斯底里，他直接抢过我的包，连抱带扛的把我抱进车内。姑奶奶啊，求求你了，别喊了，我们回家再坐，好不好？周知一边开着车，一边还要照看着我，估计是为了安全起见，最后他逼不得已还是在路边停了车。周知，我不是把你拉黑你了吗？你还死回来干什么？借着酒精，我疯狂地对周知宣泄着我内心的不满，虽然那些并不全是针对他的。你对我有些误会，对你我一直都是认真的。周知拧开水想要喂我喝，却被我一手打掉。你又不是我什么正正经经的男朋友，我们之间呢，充其量就是玩玩。方瑜，我从来没想过是在跟你玩，我是认认真真的把你当女友在交往的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喝了酒，我仿佛能看穿周知一般，他眼底的认真比平日更甚。那好，你回答我一个问题，你现在不清醒，明天醒酒了，你问我10000个，我都好好回答你好不好？面对我的作闹，周知纵使再无奈，依旧也只得哄着。不好，周知，你现在告诉我，如果有一天我和你妈妈掉河里，你就谁？听完我的问题，周知缄默了。不许思考，现在就说。现在一想到母亲在我家那副苦口婆心的样子，心里的妒恨和慌张瞬间袭来，我开始揪住周知的衣襟，愤怒地追问：方瑜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我的眼中有些许的失落，可周知的下一句话让我瞬间酒醒了几分。我不知道我的妈妈会不会游泳，我从来没和她说过话，我只知道她是生我的时候难产走的。小的时候，别人说我是个坏孩子转世，一出生就把妈妈克死了。原来我所羡慕的周知还有那么不为人知的一面。小朋友笑话我说我是没人要的孩子。后来长大了，上学了，我父亲也再婚了。那个女人我一直叫她阿姨，也不说对我不好，但是妈妈这个称呼我始终叫不出口。虽然接触的不深，我却知道周知不是个能随便凑合的人。我还记得头上大学前家宴的时候，家里人都怂恿我喊声妈，但是我始终没开口。听到这儿，我竟为母亲感到有些悲哀。或许她这么多年来得到的爱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多。妈妈只有一个，如果我能轻易地叫阿姨妈妈，那我妈妈的死就真的没有一点意义了。那夜我始终迷迷糊糊的，很多事在我的眼中、脑中虚虚实实，根本分不清了。可是周知眼角的泪，我确认我真的看到了。小长假很快就结束了，我始终也没松口，没给周知一个明确的答复。本科时期带过我的教授即将出国考察，临行前举办了派对，并邀请我们参加。宴会结束后，一个长得斯斯文文的学长主动跟我搭讪，还要送我回家，没想到被周知撞了正着。方瑜，我真怀疑你今年到底是24岁还是14岁，为什么要让陌生人送你回家？方瑜，我今天才知道你魅力这么大呀，隔着一个系都有暗恋者。方瑜，以后出门必须报备，多晚多远我都去接你，再也不许坐别人的车。才一进家门，周知就开启了念咒模式，一直跟着我没完没了。周知，你是不是混大了，连学姐都不叫了？这小崽子几日不见，越来越没规矩了。学姐学弟那是在学校，现在这是在家里。周知长臂一伸，将我锁在沙发里，好看的一双大眼睛紧盯着我。小朋友，你该不会是吃醋了吧？本是句随意的调侃，没想到周知却立刻承认了我的猜测。对，我就是吃醋了。方瑜，我的心思我早就跟你讲过了，我是真的不想分手，麻烦你也老老实实告诉我，你也不想分手，好吗？眼前的男孩带着气，混着焦虑，态度执拗又诚恳。他的双眼里除了我自己的倒影外，还有一点点紧张的试探。我知道他是认真了，各种情绪混上心头，嘴巴却比脑子更快地做出了反应。我想和你好好的。话音未落，周知就笑了，随后便抱住了我。那一夜，在周知的软磨硬泡下，我给他改了备注，还设置了专属铃音。他一遍遍地打着我的电话，看着我屏幕上亮起的男朋友3个字，嘿嘿的傻笑。完了，好好的一个小男神，愣是在我这儿变成了只有恋爱脑的地主家的傻儿子。我真是罪孽深重啊。在一起后，一无所知的周知就和别的男朋友一样，对我这个女友百依百顺，千般宠爱，万般呵护。但是我心中的小恶魔却彻底发了芽。对周知的不幸，我心疼不已，但是一想到他用了母亲多年的爱，并且还继续拥有下去，我就开始忍不住的嫉妒他。我开始尝试折磨他，连带着也折磨我自己。自从正式确立了关系，周知就搬到了我家，为我做1日3餐，好生伺候着我。我让周知给我做饭吃，还故意说我爱吃洋葱。比我都了解我自己的周知明知道我不爱吃，却还是边流泪边处理。不仅如此，他还用平底锅煎焦了，去掉了洋葱本来的刺激味，只留下原本的甘甜，混合着牛排肉，做成了无敌美味的汉堡包。每次看着我吃东西，他就在一旁幸福地笑。方瑜，你还爱吃什么？我都去学，好不好？周知，你别笑了，就像个小傻子，嘴上虽然说着他，但是嘴巴还是不争气地吞下了周知精心准备的食物。相处的越久，我越觉得周知完美的有些不真实。他长得好，学习棒，做的一手好菜，熟知一切家务常识，甚至连很多女孩子都做不好的小手工都能轻易拈来。
其实我小时候挺怪我爸爸的，偶尔两人独处时，周知也会同我说说自己家里的事。我妈身体不好，不是一两天的事儿了，她却只关心自己的生意，从来不关心家里。没有谁家的饭桌会突然冒出饭菜，也没有谁家的衣柜里永远只有干净衣服，更不会有谁家的卫生间从来不会出现任何异味。无非是因为有一个爱你的人提前把一切都做好了，你才能拥有一个甜蜜、温馨、整洁的家。我沉默地听着周知讲着，思绪万分。在母亲没离开我和父亲的时候，我也觉得我是拥有那一切的。直到母亲为了追求所谓的爱抛夫弃女，我才明白，原来母亲每天做的那些事，并不一定是对家庭的守护，也有可能只是为了麻痹家人们的视线，更加方便她背地里去做那些伤害家人的行径。方瑜，我答应你，以后在我们的家里，你什么都不用做，饭我煮，衣我洗，地我擦，做的闲了你骂我，干的少了你打我，没弄干净你踢我，让我照顾你一辈子，好不好？周知就像条祈求主人怜爱的小狗子，看着无辜极了。不知为何，他的脸竟然和母亲的重叠到了一起。话说，母亲当年是不是也是这样骗父亲的呢？不，我绝对不会像爸爸一样，被所谓的爱蒙蔽了双眼。几乎是下意识的，我没好气地推开了周知。周知，我们只是在谈恋爱，以后的事谁也说不准。没事儿，我这不是在跟你承诺呢吗？你不用有压力。看着周知温柔地躺在我怀里，舒心地笑着，我内心的恶魔也裂开了他那张猩红的大嘴。这天，周知在家煮菜，不知为何，我竟心情异常的好。我偷拍了周知的背影，并写上了谁都看得懂的甜蜜文案，发到了朋友圈里。做完这一切之后，我拿着周知的手机回到了房间里。是的，我是用周知的微信发的朋友圈，不仅仅是母亲，估计他的亲戚朋友应该都能猜出个一二。别人估计只以为是小男孩谈了恋爱，只有母亲才明白其中的龌龊和诡异。没过多久，我的手机果然就响了。方瑜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非要折磨死我才罢休，是不是？你是不是嫌弃10万少？好，你开个价，100万够不够？方瑜，我已经开始新的生活了，你就离我的家人远一点，不行吗？为什么还要缠着我？我大笑着听着电话那头母亲气急败坏的声音，心里舒坦的宛若回到了保研那一天。笑着笑着，脑海里忽然出现了周知被洋葱呛红的双眼。那天在他车里，他说自己是没人要的野孩子时候，眼眶也是那样的红。周知，你对我是认真的吗？当然啦。那你证明给我看。周知还在疑惑，我已经离开了饭桌，回到了卧室。我拿起了周知的手机，递到他的面前。敢不敢告诉你家里，你的女友比你大5岁的事？随手刷了下朋友圈，周知皱起来的眉头顷刻舒展开了。他抬起头，看着我有点赌气的脸，无声的笑了。好，我现在就打。周知解锁了屏幕，找着号码。不过方瑜，要是我说了，你可就得跟我回家了。呵，想象着母亲和我在周家见面的画面，那该是多么狗血又诡异的一幕啊！你先打了再说吧。电话很快接通了，周知按了免提，我听见对面传来了母亲的声音：小知啊，最近学习忙不忙？爸爸和阿姨都想你了，有空常回来看看啊。我挑了挑眉，敬佩母亲是个好演员。就在半小时之前，他还如精神病人般咒骂了他的女儿，此时却是演着一出母慈子孝的戏码。我近期会回去的，带女朋友回去。周知开门见山，没有一点拖拖拉拉。什么？小知交女朋友了？我就说嘛，那个朋友圈没那么简单，你们还不信我这个老太婆？一个有些年长的女性声音插了进来。周知用嘴型告诉我，这是他的奶奶。小知啊，快跟奶奶说说，你的女朋友是学什么专业的？是和你一个学校吗？家是你们当地的，还是咱们老家这边的呀？老太太的话匣子一打开就合不住，机关枪似的连问了10几个问题。周知更绝，这些问题愣是一个也没回答，只是抛了一个惊天炸弹出来。他比我大5岁，剩下的等你们见了面，当面问他吧。电话那头沉默了，电话这头的我也被周知给镇住了。这小子太敢了吧！知道了，要是真的出得好，可以带回来看看。说话的应该是周知的父亲，听起来是个沉稳的中年男人。相对于对我温柔关怀的父亲，对方显然有种不怒自威的感觉。难道就是母亲真正喜欢的男人类型吗？小知啊，你还是好好考虑下吧，感情的事不能太冲动。你今年才19岁，还是个孩子，以后的变数太多了，真的不用那么早下结论的。母亲抢过了电话，开始她苦口婆心的演说。是啊，作为一位阿姨，她真是太有发言权了。我也学着她，抢过了周知的手机，装作不经意间的随口说了一句：小知，她不过是后妈而已，怎么你谈个恋爱，她要管东管西的呀？难不成她还想给你介绍什么知根知底的好对象吗？我刻意将知根知底那几个字加了重音，而后按断了电话。方瑜，你就是个小无赖。周知走到我的面前，淡笑着拿回手机。我的承诺做到了，你是不是也该找找你家的户口本了？找到了就给我收好。你呀，跑不了了。我顿时觉得自己真是够无聊的，甚至可笑。冬天的第一场雪如约而至。老实说，我最讨厌的就是冬天。
小的时候，只要一到冬天，我就会生冻疮，2只手都不能幸免，简直疼痛难忍。只要冻疮一发作，连拿筷子握勺都会成为问题，更不要提握笔和打鼓了。为此，我也放弃了我曾经最为挚爱的架子鼓。这个偏方是我奶奶教我的，以后我天天给你擦。周芝拿着她亲自切下的生姜片给我擦，动作甚为小心。虽然现在没什么冻疮了，不过你平日里没少敲电脑，这手一定要好好护着。都说想看一个女人有没有福气，不要看吃穿，要看那双手。哼，天天一套套的，也不知道这小子哪来的那么多俏皮话。周芝不仅会说俏皮话，他还爱记笔记，小到奶茶去冰3分糖，大到未来的事业规划，事无巨细，只要是关于我的事，他都会记在了本上，烙进了心里。过马路的时候，他永远会把我护在安全的那一边。每一次只要天气有变，他一定会带着装备出现在教学楼门口。自从和他在一起之后，我没动过，没饿过，甚至连气都生不起来。周知的好我数不完，又仿佛说不出。那些别人用来表现吸引的优点，在他这里早已经成了习惯，释放到了爱我的每一个瞬间。原本以为我只是有些贪恋他的这一份好，而并非他这个人。某天深夜，周知因为团队参加比赛去了外地回不来，我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眠。直到周知的电话响起，我竟然瞬间就接了起来。是的，我一直盯着手机，不是为了刷视频打发时间，而是莫名的坚信周知一定会给我打来电话。周知帮我养成了一些好的习惯，也改掉了我过往的恶习，尤其是我特别喜欢抠伤口上的结痂。后来，周知每发现都会第一时间阻止我。伤口养不好了，结痂还丑又很痒，我也没办法，我耍赖找借口，可周知却没有如平日里那样纵容我。是你不够细心，只要足够有耐心，还是会愈合的。周知握着我手，给我讲故事，给我擦药膏，他会全程陪着我，帮我转移注意力，还会给我绑上好看的蝴蝶结，避免我拆开未好的伤口。假以时日，都会好的。是周知的温柔让我明白了，承诺其实是真的，只要那个人对，一切都是值得相信的。关于未来，我怀着紧张又心生感激，就如同老天爷让我遇见周知，那么意外，那么不可思议。能爱上这样一个人，何其荣幸！春暖花开之际，我还没等来春日和煦的微光，却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。方瑜，我今天不是来找你的，我是来找小芝的。母亲一开口，就如晴天霹雳。他不在，要找他你自己打电话吧。我撒谎了，周知就在书房。是吗？我看未必吧。母亲也是老姜了，自然看出了我的慌张。他不顾我的阻拦，进了门。方瑜，趁我还没说明实情，你还有挽回的余地。母亲下了最后通牒，纵使我在愤怒，却只能握紧拳头，在原地纠结。这段时间，我渐渐地确定了自己的心意，我真的越来越害怕失去周知了。我真的想不到，这世界上除了我的父亲，还有谁能像周知那样爱我。尤其是当我得知了母亲当年的出轨真相后，我的恨如同被一根无形的针瞬间戳破。那年在机场看到的所谓亲密情人，只不过是一位身患眼疾的陌生男人，母亲也不过是好心，就搀扶对方一起进了通道。而当年的离婚确实是母亲提出的，但是并没有小三，只是在长久的三观不合之后，母亲自私地选择了为自己赌一把。作为母亲，她属实不够格。可是作为向往爱情的女人，真正爱过一次之后的我，觉得又好似能理解她了。你和小芝的情况太复杂了，以后会落人画饼的，有些爱注定没结果的，你的放弃也是另一种成全。要是我偏不呢？方瑜，爱情不是人生的全部啊，你又何苦为了自己的私欲为难大家呢？哼，爱情不是人生的全部，伟大求爱的徐女士，您当年可是为了爱抛弃了你的全部啊。说到底，母亲最爱的始终是她自己，她是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坏，但是她也没那么爱我，从来都是。母亲的眼神里没有了最后的一丝柔光，她摇了摇头。我知道她这是准备要跟我鱼死网破了。阿姨，您怎么来了？周知走出了房门，我绝望地闭上眼睛。母亲的话说得不重，可是在她的表述下，我的一切行为变成了故意。其实最开始真的只是巧合，再加上一点点酒精催化，完全没有任何的算计的成分。但是后来我确实知道的比周知多太多了，这种撒了一半的谎，我真的没法解释。我只能默默地听着母亲继续杜撰我玩弄继弟、报复生母的精彩剧情。小芝，阿姨很抱歉，现在必须回到原点了，不能一错再错下去了。我都知道了。阿姨，接下来的事我们自己处理吧。母亲的关门声并不重，足够掩盖周知向我走来的脚步。方瑜学姐，你没什么要跟我说的吗？方瑜学姐，她连称呼都变了。周知的声音听起来和寻常无异，我的心却顷刻跌入谷底。那个曾经喊着让我去分手，叫我去掠夺、去憎恨的声音又一次响起来。这一次，他泪眼婆娑，叫我为爱求饶。就在我心底焦急矛盾之时，周知却忽然给我来了个公主抱。恍惚之间，我被他抱进了卧室，玫瑰铺满了床，一个心形盒子摆在其中。
虽然土了点，但是你也必须而且只能接受我的惊喜。天啊，这是他什么时候弄的？我怎么一点也不清楚？其实我差点就要完成不了了，幸亏阿姨到了，给我拖延了一点时间。可惜了，这历史性的画面注定只能留在我们2个人的脑子里了。言罢，周芝拿起了盒子，单膝跪地。方瑜学姐，哦不，这位我妈妈的老朋友，你愿意嫁给他的儿子，一生守护，永远相爱吗？多年前的回忆随着周芝的那句妈妈的老朋友闯进脑海。你是那个害得我折了骨锤的小哭包？我是折了你的骨锤，但我没哭。周芝打开了盒子，一个被修复好的骨锤上，一枚钻戒熠熠生辉，闪闪发亮。那是在8年前的一个夏夜。虽然彻底放弃了架子鼓，但是我还是会偶尔和乐队一起排练，练练手。回家的路上，我看到一个穿着光鲜的小男孩被人搜刮了所有的零花钱。哈哈，他是没妈的孩子，他的零花钱肯定是偷来的。我们是替天行道，什么世道啊？抢了钱还要诛心，太不厚道了吧！小王八蛋们，你们那个学校的，别跑！追了4条街，摔了3跤，还折了一根骨锤。好在最后钱被我要回来了。男孩子只会哭，算什么本事？你妈妈生你出来不是为了看你被人欺负的。嗨嗨，姐姐，谢谢你呀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不用了，不用了。那个，我是你妈妈的老朋友，今天就顺便来关照你一下了，8年而已。没想到当年那个跟我索要断骨锤的小弟弟，竟然长成了将近1.9米的大帅哥。没想到一次无意的善举，竟然让他铭记了我这么多年。惊了，这简直就是神仙的缘分啊！等等，那在酒吧那次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忽然，我像是想明白了什么一样，后知后觉地质问。周芝狡黠的双眼笑得灿烂，低头用唇堵住了我的质问。看来这答案要用一辈子来探寻了。